女博士啊，条件一降再降，还是那么难找，我真的都有点心疼这位女士了哈。38岁的女博士，在高校工作，父母都是高工退休，家境也不错，在北京呢有好几套房产。关键的是，这位女博士她长得还挺漂亮的啊，1.68米的身高，大长腿，我都有点不能理解，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士怎么会把自己拖到了现在。刚来的时候呢，她就很有经验的跟我说，老师啊，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年龄大了，真心不好找，我自己想找的那种条件好的有眼缘的，基本上人家都要找年龄小的，不找我，所以我现在也比较明确要找什么样的，只要他的学历是个本科就行，身高呢有一点点要求175以上，年龄呢10岁以内都能接受，在北京有个房子，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离婚带孩子的，希望对方的性格好，能正经的过日子。其实说起来，他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已经不高了。于是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男士未婚的就比他呢大5岁，身高呢也刚好1.75米硕士学历。说起来两个人还是挺般配的。男士唯一有个短板就是抽烟比较严重。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男士就忍不住要抽烟。这位女士呢不太接受抽烟的男士，而这位男士呢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呢也提出了并不合适。我就很好奇问他为什么呀？难道这样的还配不上你啊？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老师你误会了，不是说他配不上我，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于是这次相亲失败了。这个女士呢很焦虑，她说，姐，要不再把要求放低一点吧，您帮我看一看离异的呢。于是呢我们又给他介绍了一位离异的男士年龄呢比他大8岁，离婚，孩子跟前妻了，男士经济条件还不错。这两位见面结束之后呢，男士仍然说不合适。我又问了原因，男士说感觉女士可能单身太久了，怕她心理上会有一些问题。长得这么好看，这么大岁数没结婚，估计还是多少有一些性格上的问题的，不想花时间再去了解了。总之这一次呢又告吹了，这次他更是没信心了，说，姐呀，难道我要降低到是个男的就行吗？大家说这样优秀的女士怎么就这么难找对象呢？我想问问姑娘们你们愿意婚后一直在还债吗？你一定说不愿意，对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提出高额彩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吗？最近有一名江西的女子来我这儿找对象，她说到她的上一段婚姻的时候几乎是要崩溃的。婚后7、8年，她和她的前夫一直处在还债的状态当中。因为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跟前夫要了66万的彩礼，前夫家那边确实也给了这钱风风光光把她娶进了门。可是他的父母竟然1分钱的陪嫁都没有给他，这些钱后来全部都被父母给安排了，给他的弟弟呢结婚买房买车，都是自己亲人，他能说什么呢？然后他前夫那边呢，当时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借来的，搞得他们夫妻俩婚后一直都在还债连孩子都没敢生而且他们婚后的生活中因为这些事情没少吵架，感情也逐渐就冷淡下来了，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最后他们离婚了。他前夫呢居然找了一个2婚女人，人家还不要彩礼。他现在想起来都是彩礼惹的祸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特别的多尤其是在那些彩礼比较高昂的地方很多的家庭他都是借钱来结婚的，有些地方这个结婚就跟成了一种买卖一样，女方家的父母真的是漫天要价，但是呢男方为了结婚呢他又只能顺从就算他没有钱，他借钱也得给儿子把婚结了。最终呢就是导致很多的家庭在结完婚之后直接就返贫了，好多年都处在这个高额的债务之中，一直都在还债的路上，生活过得非常的苦。这种日子真的是你们结婚的目的吗？为什么说女生谈恋爱找对象，甚至是你以后在婚姻当中都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防火防盗防闺蜜。就拿最近刚发生的一件事来说95年的姑娘今年都29岁了，大学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在北京工作生活节奏这么快的城市里，她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每天就是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休息日呢顶多就跟闺蜜聚一聚，要么就宅在家里追个剧，哪儿也懒得去那到现在为止她就谈过1次恋爱，还是之前大学的同学。最近这2年家里开始催她结婚了催得多了呢，她自己也烦。说实话，她也不想成为大城市的大龄剩女，她也有点着急，所以最近呢她就刷到了我的视频嘛到我这报了个名，参加了几次活动，没想到呢好几个男生加了她，后来呢还真谈了一个双方感觉还挺好的，发展了2个多月，本来挺顺利的男孩是北京本地的，家里有房有车，做金融的，1年呢也能挣不少，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但是这个姑娘她有个闺蜜看她从互联网上找了个对象，这么优秀，
她就觉得不靠谱，经常跟他吹耳边风，说这个男生1.80米的个儿，长得这么好，家境学历收入都不错，他怎么会去相亲呢？总感觉哪儿不对啊。她让这个姑娘一定要摸清楚啊这个男生的底细，千万别被人家骗了。结果就前几天嘛，520的时候，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就给她送了一个2万的包啊，把她高兴坏了嘛。她呢就给这个姑娘去分享哈，你看我的男朋友啊，就不像那些网络上的男人，天天抨击女性啊，什么男性觉悟了，不要给女人花钱啊，不要过各种节日，什么歪理啊？男的不给自己的女的花钱，那还算是真爱吗？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个2万多的包的链接发给了自己的这个朋友，让他一定要试探一下这个男生经济状况怎么样哈，包括对他的喜欢程度怎么样。这个女孩呢，她是个好姑娘哈，她觉得才跟这个男生在初期了解阶段嘛，这个时候跟人家去要东西挺不好的，于是她就拒绝了闺蜜的这个好意。可是她这个闺蜜可没有善罢甘休哈，直接夺过了她的手机，自作主张给男生发了个链接过去哈。结果你们猜一猜发生了什么？你一定猜到了啊。要是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为什么你总是要提你的前任呢？我认识一个开法拉利的男生，他说他一年能谈20多个女朋友，1-2周他就能换一个，跟谁他都说是自己的女朋友女孩呢跟他在一块呢，也觉得自己是他女朋友，还觉得特有面儿，而且大部分的女孩都会对他动真心，他都怕甩不掉于是呢他就给他们花钱买这个买那个，分手的时候呢，这些女孩都从他这儿占到了便宜，也就没话可说。遇到那种难缠的呢，他就把他拉黑删除。但是他的这一通操作会让这些女孩觉得自己的前任是开跑车的，是有钱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再找的话呢，仍然得是这个逼格的，所以呢就降不下来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样的男生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哪里都一样，几百个女生在等着嫁给他而且这还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一个漂亮的女孩，她跟这样的男生接触的时候，她们会去跟自己身边的闺蜜去分享，去炫耀自己的男朋友多牛，然后呢改天如果她的闺蜜有个追求者开个10几万的车过来看她，那这个姑娘心里一定会想，就你这车还没人家一个轮毂贵呢，也配得上我吗？凭什么她就能坐法拉利，我就要坐你这个小破车？她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我又不比她差多少，她能找这样的，我就不能找到这样的吗？我差啥呀？所以好多的姑娘就是这么被拉下水的，还不自知，还以为呢有钱人满大街都是随便捡呢，最后根本就不知道有钱人人家就是跟你玩玩的嘛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你遇到过宝藏女孩吗？都说女生如果在感情里她感觉不到占便宜她就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很多的女生在相亲的时候，她都会让男生不断的付出让自己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她才觉得自己得到了至高的诚意。但是现在的男生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呀，特别是在北京男生们对这套理论已经开始了集体开始抵制和反抗。所以难怪前几天相亲的一对男女嘛，相亲完了之后呢，男生有点激动他就跟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有点不敢相信，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宝藏女孩。他们那天去相亲吃饭的时候他故意试探性的跟女生说，咱们初次见面，咱们都是出来相亲的，我这个人呢也不是抠门，只不过我觉得本着公平的原则嘛，咱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今天这顿饭咱们能 AA 吗？你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男生家里是北京的家庭条件很好，自己的收入还挺高的，他主要是之前遇到过太多物质女生了，现在他很厌倦和反感男生呢一味在付出金钱和物质，还提供情绪价值，而女生在一边享受着男生的付出，同时一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边呢还吃在嘴里看着锅里的，自己呢还不想有同等的付出，生怕自己吃了亏没占到便宜但是他这一次相亲的经历完全刷新了他的认知。这个姑娘听他说 AA 的时候非常淡定的说AA 很好我在国外的时候呢，朋友之间吃饭都是 AA 的，很正常的，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平等嘛，我们都出来工作，都出来挣钱，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他接下去说的话简直就是语出惊人了。他说谈恋爱是双向奔赴的呀，是一个相互付出的过程，万一我们合适了的话，以后到结婚的时候还要彩礼，还要房子换车，那时候要花的钱就会更多的。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如果是我的男朋友的话，我是舍不得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如果我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那什么彩礼这些陋习我都可以不要的，真的搞得跟交易一样。我是不想把自己弄得跟商品一样，还给自己贴个标签，还标个价格。爱情应该是无价的才对别说这顿饭我可以给你 AA， 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家里的开销我都可以给你一起 AA 付出。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扛。这个男生听到这儿啊，激动地对这个姑娘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我是不是遇到了宝藏女孩呀？现在有你这种想法的女孩可是太少了。我之前遇到的女孩呀，都特别物质。我前女友刚跟我在一起，前3个月就花了我50多万，最后啊还没成。要是早遇到你有多好啊！对于这个姑娘的观点，你们赞同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今天啊，有个大龄剩女啊，她跟我怼起来了，真的是不愧是大龄剩女哈，我服了。我不跟你白头了好吗？她今年35岁了哈，北京本地人，学历本科，170的身高啊，家里有2套房，有车，收入1万多啊，体制内工作，按说她这个条件还可以，但是呢，短板太长了，她年纪有点大嘛。我刚一开口提到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她就跟我抢话说，姐，你放心啊，我要求不高，我也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我也不想攀高枝，什么高资产的，我也不找那个气受，我也没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我就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就行了。她说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啊，最好呢，对方是北京本地的，大家谁也不图谁的，我有的他也有就行了。本科以上学历啊，身高在178以上，自己家有2套房，所以对方也得有2套以上。唯一的就是收入呢得比自己高2倍以上。别整的啊，以后我还跟他一起辛苦养家，我会看不起他的。长相的话呢，最好顺眼一点啊，我还是有点颜控。我看他的性格倒是挺爽快的哈，快人快语的。于是呢，我也就直接跟他说了哈，我觉得他这个要求呢，可能还是有点难。因为北京本地的男生啊，他现在面临的是北京本地的女生来北京工作的外地女生，人家的选择面是挺大的，不一定找你啊，你应该扩大你的择偶范围才对。还有呢，就是2套以上房产收入3万以上，身高1.78米，还得长得顺眼。那就这样的男生啊，在北京相亲市场里，上至35岁，下至25岁的姑娘都要排大队啊，你能排到哪儿啊？他说，那您的经验，我应该调整哪些条件才能更好找一些呢？那我就说，你最好把年龄和地域都放宽一点。然后呢，还有房产这个方面，我觉得呢，能够有个在北京首付的能力就行，身高呢降低到172以上，然后收入方面跟你差不多啊，就比你高一点点就行，甚至可以看一看离异的男士。我刚说到这儿啊，他脸色就大变了哈，嗓门提高了8度，嚷嚷上来，他说，姐，我有那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去找了呀，彻底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我跟扶贫有什么区别啊？那我花这个时间干嘛呀？那既然都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找了，我自己过不挺好的啊？那我们年龄大一点到底怎么了？惹到谁了？中国的男人都这么肤浅了吗？姐，我不太认可你说的这个。于是我就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了。他说，我们女生就不能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吗？大家怎么看哈？评论区聊一聊啊！想找个靠谱的对象，看我的主页。今天我和一个93年的女生对话啊，你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她说啊，我想找一个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男士，必须事业有成，资产过亿。我希望他能够成熟稳重，有一定的阅历，能够带领我呢走到更高的层次，教我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带我看尽这世间繁华，有一定格局的人。最好我们的思想认知呢能在一个频道上，希望他能包容我的幼稚和无知能够照顾我和理解我，并且在金钱上呢也愿意为我付出的人。不喜欢那种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顽固守旧还抠门小气的男人。最好我们有趋同的消费观。最后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地问他，那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呀？他想了想说，我年轻貌美，学历高啊。然后我就问他，那还有吗？他居然回答不上来了。你们说啊，可笑不可笑吧？于是我就跟他说，首先你的年轻貌美能维持多久？这个是随着时间会快速贬值的东西，你知道吗？其次呢，你有点太自信了。你觉得一个事业有成、资产都过亿的男人会喜欢一个思想很幼稚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吗？一个比你大10岁以上的成功男人啊，他的思想认知能跟你在一个频道吗？如果他的认知水平跟你在一个频道，估计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我看啊，你是不是电视剧啊看得太多了？我告诉你啊，现实中并非如此的。那第3点呢，你想嫁给有钱人，还不想给他生孩子，他辛苦打拼多年攒下来的财富，只是为了等你的到来吗？亿万资产不需要有人来传承的吗？辛苦打下的江山不需要后人来守住的吗？你咋就这么天真呢？你这都不叫天真，我只能说你太自私了。说了半天对别人的要求，想一想，在提这些要求之前啊，首先问问自己能给对方带来什么。
你对他而言价值是什么？你想清楚了你再来，好吗？别在这白日做梦。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病啊？今天我来说一说啊，其实门当户对还是挺重要的。不管你是高攀还是下嫁，总之在两个人的三观方面就会很难契合，很容易起冲突。你想一想，毕竟两个人是在两种物质层次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那生活习惯、消费习惯通通不一样，并且反差很大。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有一位男性朋友，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务农的，家境很贫寒。他10年苦读啊，终于考上了北京一所知名的大学。大学里呢，他认识了一位富家的千金，两个人确实也是真心相爱的啊，大概2-3年顺利的开始谈婚论嫁了。可以说呢，这是凤凰男的成功逆袭案例啊。可是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就是啊，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经常因为这些问题啊争吵不断。特别是在消费观这件事情上，比如说这个男的，他因为从小家庭环境就不好，所以他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啊是非常节省的，反正就是能省的就省啊。可是这位千金小姐呢，人家从小啊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没有缺乏过物质。她呢觉得花几万块钱买个包包、买个化妆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吃顿饭到5星级酒店、餐厅花几千块钱也是很平常的。她一个星期的花销就是她1个月的工资了。这个男的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啊，为了跟富家千金结婚啊，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对这个女生好得不得了，各种舔狗式的讨好。结果呢，最后两个人啊终于结婚了。反正呢，彩礼没让他出1分钱，女孩的嫁妆倒是不少啊，婚礼都是女方家操办的，但是他必须呢做上门女婿，得入赘。可是婚后的生活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老丈人要他把工作辞了啊，把女儿陪伴好就行了，给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啊安排了一个很闲的职务，工资给的呢还是比较到位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实权，甚至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他每天唯唯诺诺陪伴老婆，平时啊还要看家里人其他人的白眼，人家家里啊也看不起他的家庭，所以呢亲家基本上不走动的。接下来啊，最后这件事情啊就引爆了他。老婆呢生了个孩子啊，结果老丈人啊要求这个孩子跟着女方家姓，这件事情最后彻底的激怒了他。于是这个婚姻真的走向解体了，他提出了离婚，因为他觉得我忍气吞声了3年，家里人都看不起自己，我自己呢也是上了名牌大学的人，结果在你这儿当牛做马还不被尊重，你们还不尊重我的父母和家人，把我家人当乞丐，好不容易现在有了孩子还得跟你们家姓，这男人的尊严和脸面啊被丢干净了，真的是忍无可忍，终于离婚了。可是离婚的结果呢也挺狗血的，老丈人啊是个极其精明的人啊，早就安排的妥妥的了。他离婚之后呢什么都没得到啊，就卷被子走人了，一个字儿啊滚。所以你们看啊，这个男人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得到啥了？得到了2个字儿啊，屈辱。其实就算是一个高攀的女孩子呀，那结果也会差不了多少的。一个家境比较穷的女孩子嫁给了一个富二代的公子哥，可能最后的结局跟她差不多，你们觉得对不对？你是不是小姐生子丫鬟命啊？跟你聊几句啊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嫁得出去呢？看看你的情商啊就全明白了。你的认知就是另一个你，他可能阻挡你，也可能帮助你。有些30多岁的女孩啊，说出来的话真真是令人下头的，一听就知道啊为啥30多了你嫁不出去。他们的恋爱观是这样的啊，说女人谈恋爱啊，结婚就一定要图钱，你知道吗？那些图钱的最后都赢了，那些图人的最后都输得很惨。现实中是这样吗？可我真实看到的，大部分嫁得很好的女人，她们从来不跟男人谈钱，她们只是跟男人好好谈恋爱，最后呢，既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钱。而那些只图钱的女人呢，把有钱的男人当傻子，最后呢，钱没图到，人也没图到的人大有人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才是真正的输家吗？你谈个恋爱一上来就图钱，有些女人说我就要谈钱，谈钱才能衡量他对我的爱呢。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是在卖你自己吗？爱情这个东西它原本跟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你倒好，你的爱情要靠钱来买了是吗？那还叫爱情吗？根本就不是。也难怪啊，现在有的男人啊不愿意再花钱啊来证明自己了，他们已经被这个幌子啊坑得够够的了好吗？
男人又不是傻子，特别是有钱的男人，他们的财富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到的吗？所以啊，就你那点心思和伎俩啊，人家全看在眼里，你不过像个笑话啊，你抬个腿啊，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你不过是他花一点钱就能得到的女人，你觉得你在人家心目中能是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乞讨者吗？差不多了吧，天天伸手要，不是吗？有的小姐妹可能被1-2个男人伤透了心，就变得现实又无情啊。难怪现在有的男人说你们啊，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啊，毁就毁在自己嘴硬，30多岁嫁不出去，指定就是有毛病。嘴上说想找个有缘的，心里呢其实想着找个有钱的。可是有钱的人呢，永远喜欢18的，没空研究你这30出头的。大龄剩女啊，你别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虽然这些话啊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呢听上去也没毛病。所以小姐妹，你谈恋爱谈钱的前提是你能不能给对方提供人家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先自己审核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说个话都处处得罪人啊，谈个恋爱也不管不顾，必须男人给你当舔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钱人是舔狗的，只有大波的女人啊生扑他们，那还差不多。好的爱情它是不会流露出物质的痕迹的，但是呢它却处处有物质的支撑，这个才是对的。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呢？啊，别忘了给我一个小心心哦。